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：骑驴可以防狼，而且晚上为了防止狼偷袭羊圈，羊圈外除了拴狗以外，还会拴上一只驴。野驴那副软柿子的样子，居然还能有防狼的功能。难道说吃肉的狼还会怕吃草的野驴吗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如果您认为野驴是食草动物，就小瞧它们，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。野驴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，它们体型巨大，体长可达2米多，体重250到400公斤。它们比家养的毛驴更加矫健雄伟，远远看过去，身形更像野马，这绝对是野外的重量级选手。毕竟世界上最大的狼也才只有180斤重，大部分狼甚至只有60斤。在野驴面前根本不够看。由于野驴体型巨大，要吃的东西自然也很多，所以它们总是需要迁徙觅食。野驴通常是白天拼命赶路寻找食物，晚上休息。春夏季食物充足，但到了秋冬季节食物匮乏时，它们甚至会以血果腹。这么看来，野驴也算得上是日子过得比较清苦的动物了。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生存，不仅要克服食物带来的生存问题，还需要面对天敌带来的危险，所以他们锻炼出了一系列抵御天敌的技能。野驴警惕性高，善于奔跑，野性十足，有着十分强悍的攻击性。由于野驴巨大的体型优势，杀死一只狐狸或者雪豹，在他们眼中就跟踢碎一块西瓜一样。但要在荒漠中活下去，必须让最大的天敌狼群失去捕食它们的兴趣，于是他们练就了一身的生存本领。野驴在体型上是绝对碾压狼的。通常来说，食草动物的体型要比食肉动物大得多，而狼害怕体型比自己大的动物。野驴属于大型有蹄类动物，体型跟我们平常看到的牛差不多，而狼最多可以长到100公斤，体型跟大型狼狗差不多。与狼相比，野驴要比狼整整大出一圈，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。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驴在美国，它与古罗马创始人罗慕卢斯同名，身高有2米多，体重超过了350公斤。与它响当当的名号一样，罗慕卢斯的战斗力同样强悍。他曾在当地农场多次击退野兽的偷袭，一度成为了当地的守护神。而狡猾的野狼自然不会轻易去招惹比自己大3-4倍的动物。除了能够看家护院、保卫领土外，野驴的脾气也是非常暴躁。谁要是惹怒了它，它就会和谁拼命。据说在2013年，就有一头爱子心切的母驴，曾以一己之力踢死了狼王。由于这头蒙古野驴的幼崽被狼叼走吃了，这头蒙古野驴为了给自己的幼崽报仇，竟不顾狼群的攻击，拼命冲入狼群，将狼王活活踢死了。临死之前，他还死死地咬住狼王的脖子，直到自己也被狼群撕碎才松口。野驴和我们平常看到的家养驴不一样，它们虽然没有尖锐的牙齿和利爪，但在遇到危险时却不会乖乖地束手就擒。为了在战斗中占据优势，他们会主动发起攻击，用蹄子踢打对方。驴的体型大，后腿健壮，这一脚下去造成的伤害不可估量。如果你见过长颈鹿是怎么踢非洲狮的，就会明白被野驴踢一脚的狼会有多惨。野驴不仅蹄子厉害，它们还会用嘴巴死死咬住对方比较脆弱的部位。别因为驴吃草就小看了驴的咬合能力。曾经就有小孩子被家驴咬掉一根手指的报道，可想而知，野驴的嘴就更硬了。俗话说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驴表现出来的攻击性常常可以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，吓退敌人。而且就算打架，野驴们也常常占据上风。即使在对决中处于下风，野驴也还有一招必杀技驴打滚来挽回局势。当身体被狼咬住时，它们还能通过不停打滚的方式摆脱危险。有人可能会说，野驴再强也就是一头，但狼可是群居动物，遇到狼群不还是会变成晚饭吗？实际上，不怕单挑的野驴在群殴上反而更具优势，因为野驴群居的数量几乎是野狼的10倍。野驴属于群居动物，成员数量比狼群多得多，最大的群体可以达到100到200头之间。野驴分布于中国的内蒙古、甘肃、新疆一带的草原地区，
属于典型的荒漠动物。荒漠的生存条件不比森林，一眼千里没有遮蔽物，很容易被天敌盯上。在这样的环境中抱团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。野驴也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它们一般都是集群生活。虽然狼也是集群生活，但不像影视作品中那样动辄上百只狼一起去捕食。现实中的狼群一般只有5到11只。如果遇到落单的野驴，或许可以凭借数量优势挑战一下，但遇到野驴群，狼群们面对数量庞大的野驴群体也无可奈何，硬上可能还会有被反杀的风险。所以狼群一般只会捕食落单或者幼小的野驴。最后落单的野驴也不是傻狍子，遇到狼群明知不敌，自然就会逃跑了。而且它们生性机警，很少会让狼群得手。在纪录片中，经常会有野驴低头喝着水，但只要听到一点风吹草动，它就会马上环顾四周。野驴嗅觉、视觉和听觉都非常发达，周围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惊动它们。感受到周围有危险后，野驴们还会有自己的一套预警和逃跑机制，向同伴们传递信息，一起逃跑或者抵御外敌。与野兽不同，野驴没有锋利的牙齿和爪子，所以它们天生就练就了一身逃跑本领。野驴在草原上的奔跑速度可是数一数二的，它们四肢健壮，步伐稳重，十分善于逃跑。在野外奔跑时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5公里，全力冲刺的话，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以上。不仅速度快，野驴还有非常好的耐力，而狼只善于100米冲刺，对于马拉松式的持久战力不从心，所以即便是狼也很难追上野驴。话说回来，虽然野驴有自己的诸多优势，但狼好歹也是草原霸主，面对区区一介野驴，也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。在食物链中，狼确实是驴的天敌，但狼却不会轻易向野驴发动攻击，不是打不过，而是因为跟野驴正面硬刚风险太大了。狼一般不会和体型比自己大的动物正面开战，它们天敌很少，处于食物链上游，完全可以去捕食一些更小、更安全的猎物。而且狼很聪明，一般都是抓单，或者几只狼合作，一起将猎物逼到墙角。而野驴是群居生活，而且很机警，这更加大了捕食的难度。狼群也明白吃力不讨好的道理，所以狼群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捕食野驴的。但如果有不幸落单的野驴遇上了狼群，那它的命运也恐怕是凶多吉少。总而言之，狼并不是怕野驴，而是在同等条件下更倾向于捕捉风险更小、成功率更高的猎物。而野驴也在长年累月中积累了许多逃生技能，得以生存。目前，不管是野驴还是狼群，它们的数量都在逐年锐减，而造成它们面临生存危机的主要原因，在于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干涉。人类活动、畜牧业发展、农垦开矿等都会导致植被退化、沙漠化，使动物们的生存环境不断减少，最后导致它们濒危或灭绝。所以，我们应该尊重生物，尊重自然，保护生物多样性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